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幻影2000甚至曾经一度有机会加入到兔子空军装备的序列之中。空军代表团对幻影2000进行了试飞并全面测试，整体非常满意。而法国方面也同意代表团将全部7次试飞的所有数据带回国，以便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结果高达6000万美元的报价令兔子望而却步。另外，法国也不同意兔子引进生产线的请求，最终兔子放弃了购买这款战机。后来得以机会接触到苏27，并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战斗机科技树。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使用这种战机。搞笑的是，曾有假新闻报道，印度空军引进的59架幻影2000已全部报废，这也从侧面调侃了三哥正在努力砸烂达索公司的这个门面招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摔机大国，总共59架幻影2000就摔了10多架。截止2020年，印度尚存41架。幻影战斗机可称得上是一种名牌战斗机。从60年代初幻影3装备部队以来，幻影系列飞机成为一些第30届国家空军的主力机种。它的改进型迅速而繁多，形成了一个幻影飞机系列。国外有人用幻影时代来形容幻影系列战斗机发展的盛况。而从幻影2000开始，幻影系列似乎就走到了死胡同。随着后继机种阵风战斗机开始生产，法国决定停产幻影2000，至此幻影2000家族共生产612架，目前在服役的有300多架。幻影2000是法国达索飞机公司研制的单发轻型超音速战斗机，它是现存服役第3代战斗机中唯一采用不带前翼的3角翼飞机，主要任务是防空截击和制空，也能执行侦察、近距空中支援和战场纵深低空攻击等任务。幻影2000和 F-16是属于同一级别的轻型战斗机，这两种飞机的总体作战效能大体相当。在空战时，幻影2000的作战效能指数略优于 F-16，而在对地攻击时，幻影2000又略差于 F-16。在实战中，幻影2000曾击落过 F-16。1975年12月18日，法国正式决定选用幻影2000作为法空军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主力战斗机，替换并补充幻影3和幻影 F1。在70年代末期，共制造了5架幻影2000原型机和2架攻击力及疲劳试验用机体。从1978年3月10日开始，到1980年10月相继试飞，首架单座防空拦截机幻影2000C 于1982年11月20日首飞，1984年6月正式服役。幻影2000发展了一系列的改进型，其中主要有幻影2000A 原型机、幻影2000B 双座教练型、幻影2000C 单座防空截击型、幻影2000D 双座常规攻击型、幻影2000E 是 C 型的出口型，幻影2000N 是双座和攻击型，幻影2005是多功能现代化改型，幻影2005F 是法国空军对幻影2000C 的升级型号，幻影2009是给阿联酋的升级改进型，幻影2005MK2 是幻影2005的最末期改良型。我国台湾地区是幻影2005型战机的最早使用者，然而采购的幻影2005E型号并非全功能型，删减了对地功能。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性能数据：长度14.36米，高度5.20米，翼展9.13米，翼面积41平方米，空重7500公斤，最大负荷4000公斤，正常起飞重量138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7000公斤。一台斯奈克马鞍53P2 涡轮扇发动机，均用推力64.3千牛，后燃最大推力95.1千牛，最大燃油量3160公斤，最大速度2.2马赫，爬升率每秒285米，最大升限17060米，最大航程1550公里，翼负荷每平方米337公斤，推重比0.7。幻影2000飞机可挂装的武器品种多，数量大，毁伤威力强。飞机上共有9个外挂点，机翼下4个，机身下5个，总外挂能力约6300公斤。幻影2005武器系统与以前型号的一个主要差别是挂装了米卡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带全互换导引头的发射后不管的空对空导弹，是美国先进中距空对空导弹 AIM-120 的有力竞争对手。幻影2005在机身挂架上挂4枚米卡导弹，机翼外侧接架上挂2枚魔术导弹，其余接架可用来接附油箱，以执行远程、长时间空中巡逻任务。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幻影2000可管装普通炸弹、集束炸弹、反跑道炸弹、激光制导炸弹和火箭等武器。从结构上看，幻影2000采用的3角翼布局是比较理想的展弦比小的气动方案，有利于减小弯矩，根梢比大，使气动中心接近翼根，也可减小弯矩。翼根处的绝对厚度大，不仅利于减轻机翼结构重量，便于制造，
而且强度较高。三角形机翼的可用容积大，便于装燃油、起落架及各种设备。从气动观点来看，三角翼也有吸引力，它能减小背阻阻力，提高气动效率和增大升力。传统三角翼布局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点，主要是起飞、着陆性能不佳，滑跑距离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放宽静稳定度的方案，及其气动升力中心靠近飞机的重心，使飞机在一定条件下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并采用电传操纵来解决这种新方案的操纵问题。采取这些措施后，不仅改善了飞机的起落性能，也提高了飞机的机动性能。幻影2000装一台 M53 发动机，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批生产单轴式涡轮风扇发动机。它的结构简单，由10个可更换的单元体组成，易于维护。发动机在高空超音速和低空亚音速条件下的加速性很好，飞行包线的范围很宽，从很低的飞行速度到昂2.20的油门位置没有限制。M53P2 的加力推力为95千牛，推重比只有 6.5 左右。幻影2005有可能装加力推力为 98.1千牛的 M53P20 发动机。幻影2005飞机内部装燃油3080千克，内部载油系数及燃油占飞机总重的比例为 0.28 左右，属一般水平。其发动机的耗油率也属中等水平，所以其续航性能并不突出。无外挂飞行航程为1650公里，最大转场航程3400公里。幻影2000的机载电子设备较完备，技术比较先进。C 型的座舱内装有平视显示和下视显示器 ，N 型又做了较大改进。幻影2005的座舱与 N 型基本相同。幻影2005的座舱内装有一个新型广角平视显示器，在它的下面装有一个中视显示器，另外还有3个下视显示器。这几个显示器的作用可以互相补充，有利于减轻飞行员作战时助工作负担。总体来看，幻影2000这款战斗机还是一款典型的空优战斗机，是非常适合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幻影2000也是经历了实战考验的成功机型，多次参加了北约相关重大的军事行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都能看见幻影2000的身影。但由于种种原因，服役至今仍然没有显著的战绩。感谢您的观看，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菜，感谢支持，我们下期再见。